欧拉，我们是小丁和小潘，这是我们在美洲旅居的第615天。我们来到了美国南卡的小镇卢雷，拜访朋友 Prima， 她来自北京，在美国和老公用集装箱改造了一个又酷又舒适的家，并且正在实践更多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。2007年开始建的，本来这里就是一片土地，有人这边是一个拖车房，就是那个 view， 那个奥登 view。这边是错的，然后他们的家叫做 Bebo Farm， 是主要由2个13平米集装箱为核心，配合水泥以及其他可回收再利用的材料改造出来的居住空间。所有的建设都是他们自己亲手做的。进来了，进了他们的房间。哇塞！把它拉下来。这是卧室啊，挺机动性的。这个床是可以收起来放下来的。可以看到这个房间，它很多的材质其实就是这个集装箱的材质，还是挺那种美式硬朗的感觉的，还挺酷的。这是个游戏间，我操，这边玩游戏很爽哎！哦，哇，这确实挺爽的。我很少，但我也玩。你们俩可以一块玩，如果你玩的话。我觉得这个很爽，这就这样站上去的吗？对啊，来爬上去。在这玩。这个感觉很好哎。是啊，对。爽不爽？人生赢家有没有？而且旁边都是他喜欢的东西，各种酒。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看出来吗？它其实就是由几个集装箱拼接而成的，然后变成了一个房子。所以就是有这种工业感特别强的感觉。哇，这个浴室很爽啊！这是卫生间，开放的，你看橘色的，这橙色，这颜色都是你们自己设计的是吗？对。哎呀，挺好看的。哦 ，OK。这感觉很开放。哇塞，还挺好玩的。哇，我这个过，你看这边可以出来了，我们从这儿出来了。对。就它里面就是都通的，有点像迷宫这种结构的感觉。这是他们另一个房间，感觉也是一个可以工作休息的房间。然后这边，Thank you， 哇，他们很爱喝酒，现在给了一瓶啤酒。哇，这也像个小酒吧的样子。哇，你们到处都是酒哎，怎么酒这么多？对啊，酒是他们2个人的共同冲 spirit。这是按摩房，还有几只小猫，这2只小猫，你看这只猫长得特别的有意思，它的脸是被切割的。对哦，花纹对吧？正好正中分。它的花纹。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工具间，还有放摩托车的地方。对，哇。这个是他们的车库，还有摆船的地方。船也太多了。这个是吉普车是吗？这算8给。之后我们会有一天有空的话，我们会去7、8给玩一玩。OK， 8给很好玩。我也不知道啥是8给。我也不知道。震惊了，原来这一片，包括那个房子，这全是他们家的。现在，目前他们主要通过把另外几栋房子作为 Airbnb 来赚钱，同时也在网上售卖自己的生态产品。他们的柠檬草卖得不错，未来他们还打算建造水培农场，养鱼养动物，让生活更接近自给自足的状态。那也种了很多牛油果是吗？OK， 这个发挺好的这是种植物的地方，就是那个就是在水里发芽，很多植物。对，然后OK， 这个牛油果已经发芽了，这个是已经发芽了。哇，挺可爱的。然后远处是 lemongrass 对吧？对，柠檬草，都是柠檬草，好大。大概就是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建这个房子的呀？其实今年2021年嘛，然后相当于来说，我们做了4年了，在这件事上，所以我们是2016年的年底开始真正去建这个事儿的。为什么你们会选择用这种集装箱来就是建房子呢？就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？这想法其实受很多的影响吧。一是我们非常关注 Earthship，然后还有 Venus Project，他们都会告诉我们说，就是我们任何人可以因地施材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然后同时只要有一点点的少量的投入，精力投入，我们其实可以把很多地方建成我们真正的心中的家园。然后中国是集装箱最大的生产国，然后也是最大的消耗地，所以其实很多集装箱可能几年以后它就退役了，然后所以这些集装箱都是钢筋的东西，它没有办法被回收，所以很多的
我之前在网上搜过广州的一些小镇，都是用集装箱去建造他们的房子，但是其实那个他们根本没有做任何的改装吧，所以大家住在里头其实很像宿舍。但是我们觉得集装箱这种东西既然很多，然后它其实又很保暖，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给它建成一个可以居住的空间呢？所以这也是最初的想法。然后后来受了 Earthship 的还有 Waynesburg 的一些想法，所以我们真正把它变成了现在的样子，因为我们觉得还是要跟自然更贴近。对，然后另外我们也希望就是让更多年轻人看到我们在做的事情，然后如果真的有人可以感兴趣的话，集装箱这东西太容易获取了，然后差不多$5500吧，就可以买1手集装箱，但是2手集装箱$1500可以买了。我们大家那么多集装箱，为什么不能用呢？所以我们希望让更多年轻人可以考虑做这件事情，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成为一个 inspiration 的 place，然后是变成一个可复制的项目。对，就希望能够激发更多的创造力吧，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去复制我们的项目。未来的话，我们希望这边可以变成一个 community 走动起来，因为现在很寂静。寂静，对，让这边变得更加热闹一点，对，更多的一些互动，更多的互动，然后让它更像一个年轻人的社群。我们在这里住的是 Prima 的另一套 Airbnb， 带大家看一看这套房子。所以我现在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吧。这房子真的特别大，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大厅，一个娱乐室，这是一个可以打桌球的桌球桌，然后这边是音乐的 CD 架，然后我们可以随便在这边放音乐。这边音乐我觉得可以看出他们的品味啊，像这个Nico 知道吗？就地下丝绒曾经的一个女主唱。然后这边反正我有看到很多摇滚乐的，像 Radiohead 呀。然后这边把这个氛围灯打开，就可以边听音乐边蹦迪边跳舞。这边是另一个，这边算是厨房嘛，一个开放式厨房。然后小潘在这边洗衣服，这是一个洗衣间外加一个浴室。这是另一个房间，这是我们房间以外的另一个房间，这就是我们的房间了，也是有独立卫生间，然后独立的衣帽间，还有电视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房间真的是超级精致，非常棒啊！我觉得是我们那个整个旅行将近2年旅行以来住过最好的房子。对，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，你们这边还有什么样的项目，然后是其他人可以参与的？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，最主要还是艺术家招募。我们希望大家，因为 container 是一个钢筋水泥的东西，然后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 spray on 的素材，就是做涂鸦的素材。然后另外的话，我们现在将来也会航海嘛，我们今年已经把船从Virginia 的一个小码头挪到另外一个码头，但是将来我们也希望能够真的全美去航海。这是我们最主要的项目，一个是艺术家，另外一个就是航海。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更多人跟我们做这件事情。